Hello， 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今天继续熬不录的系列149，我们讲一篇爱的极性。其实爱也是有极性的，事实上万事万物它都存在着极性，而在这个宇宙当中平衡，爱也是有极性的。当我们直接去谈论爱，或者说无条件的爱，实际上它都是一个极性的表达，只不过呢，我们没有去强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极性。因为我们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对于正向极性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严谨的去讨论的话，一切的事物都是存在着极性，这需要你透过一个非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它都需要这个思维，也同样是对于这个思维的一种训练，所以大家也训练一下 OK。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没有律法之前自由意志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自由意志做出选择跟律法没有关系。我们有了律法之后，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变成了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实际上它相当于是自由意志被严重的破坏和缩小之后的一个很小的选择范围，它根本不是自由意志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律法让自由意志成为了自由意志，而是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由意志，它不需要律法，它就可以做出选择。今天我们要讲一些稍微有点深奥的内容啊，关于极性。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呢，有一个老子啊，他是一个得启发的人。我前面有讲过，启示是普世性的，它不针对于某一个信仰、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启示是普世性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也讲了，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显露出来。所以关于神的启发其实是一种普遍性恩典，关于对耶稣的认识它才是特殊恩典，而普遍恩典它本身就是覆盖在公益领域范畴的，也就是说全球性的，任何的一个人类他都有可能得到普遍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考虑问题不要老是用宗教性去划分。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每看到一个道理都要去想，那不信耶稣的人什么样？不信耶稣的和你是一样的，没区别，你们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你信耶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能看出来区别，那意味着自由意志被干涉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上一篇有讲过啊。那么老子他是一个得启发的人，他洞察到了这个宇宙的真相啊，神造物的真相，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完全，一部分碎片被他捕捉到了。他讲的这个道德经里边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极性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是一部分的真理。再插一句啊，真理不会给出完全的证据。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很多的人们，当他们去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或者说呢慕道，或者想要去探寻一些和真理有关的事情，他们老是在想证据是什么。亲爱的，你这个证据它是一个科学思维，科学不能够探求到所有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是无限的。你用证据去研究明白的一些真理，它实际上是有范围的真理，它只针对于某一些范围生效。所以哪怕你在科学领域当中，你使用某些物理定理、某些公式，它其实也都是有限制范围的。这个公式它只在这样的系统里边生效，剩下的系统它不见得就是生效的。所以说你所认知的一切的所谓的真理，其实它都有其限制范围，而这种范围往往就是你认知的边界。那么我们的认知本身是有限的，那意味着证据就是有限的。你不可能用有限的证据去证明一个无限的真理。真理是无限，证据是有限，所以真理绝不会提供充分的证据。所以一个灵魂与真理链接的唯一通道，它就是信心，而不是证据。证据其实是一个很低层面的一个东西当你在寻求证据的时候，思考我所说的话。好了，我们回过头再讲一下道德经一生二，一就是一个极性。当任何一个极性被定义出来的时候，那么它的相反的极性也被定义出来。在后边的一些内容里边，老子对此做出了一点解释
那如果没有丑的话，那何以为美呢？是不是？当你定义了什么东西是美的时候，那同样你必须定义什么叫丑，否则美这个概念它就定义不出来啊。在这个世界上，你很难找到绝对中立的概念，往往是一个概念偏左，另外一个概念偏右，而它们之间达成了平衡。这就是一生二，二就是两个极性，二又生三，三就涉及到了平衡极性，而三又生万物。那也就是说，万物的存在实际上都是在正向极性、负向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平衡而达成的。所以这是从哲学的角度上面，老子的一个看见非常的好啊。这是一个受启发的人，我说过了，启示是一种普遍性的恩典。那么今天我想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三生万物啊，不仅仅是极性，这里面涉及到三个元素，它是这个世界被构成的一个最基础的元素，它们本身也有着次序，它们就是自由意志、爱和光。我们首先从圣经里面找到一点点的所谓的证据，但是我说过了，证据是不完全的，你要进入到真理当中，唯一的途径其实是信心。所以真理提供了事实，真理给你提供了某些受限的渠道，而你可以选择，你永远可以选择站在另外一边，你永远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这就是自由意志，这是真理的第一法则，宇宙第一法则，自由意志。好了，我们随便找一点经文，随便找啊。诗篇第103篇第19节啊，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神拥有最高的主权，这类的经文呢，我就随便找了啊。圣经当中能找出来一火车，我就不用挨个给你找了。而且你信神，你首先就应该明白这件事儿，神的主权至高无上。那么首先它是一个自由意志，神的主权首先是自由意志，因为神本身就是自由的，这就是最原初的自由意志。所以第一个问题，自由意志我讲了啊，后边我再详细分析。第二个，爱。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第二个重要的元素出现了，爱。一会儿我们分析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内涵哈。第三个，约翰福音，这是关于光，约翰福音第1章1到4节，太初有道啊。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道是不是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道呢？那你得去问老子，对不对？你怎么去理解道这个字？每一个人对于它有很多种理解，是不是？1万个人就有1万种不同的理解，所以字句本身是扭曲化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对另外一个人说出一个词，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和那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不一样，这就是在第3维度的这个障碍所在，就是语言本身它就是一种障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一个词的理解全都不一样，所以你是透过信心去链接它。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信仰，当人们提到了他们信仰那一位独一的源头的真神，有的叫神啊，有的叫上帝，有的叫天主啊，有的叫什么说法，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或者说是 God， 你说不是 God 是神啊，其实同一个意思，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发音呢。亲爱的朋友们，当人们宣布人们信仰那个最原初的源头的那一位神，造物主，终极造物主，在他上边没有了，当人们说我们在信仰这一位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是在透过信心去链接到那同一位神，只不过每一个理解不一样，所以你不用纠结这个词，对不对？而且这里边太初有道，那这个道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翻译，对不对？那你说他和老子的道德经里边那个道是不是同一个道呢？你可以透过信心将这个连接在一起，但你要是想找证据，证据永远是不充分的，哪怕你现在让老子站在你面前，你们两个讨论1天1夜，可能还是讨论不出来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哈，什么样的事情你不需要太多的证据，透过信心去链接，你怎么去认为的，仅此而已，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朋友们，太初有道，那是指灵魂啊，我说过了，自由意志当它被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灵魂。我们的自我意识它不是自由意志，它只能充其量被看作是一种自由意志在这个地上的影子而已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后边这个翻译第5节翻译有点问题啊，我们有机会再去讲。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讲到我就是世界的光，这里边光还有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啊圣经当中还提到我就是那真光啊，那怎么光还分真的假的吗？不一样的层面。真正的光是在讲这个宇宙受造的源头，包括灵魂，所有的一切啊，它的源头的这个光的概念，不是在讲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所看见的这个亮光的那个概念。这个亮光它其实是真光的一种面向，它是扭曲了之后的一种表达。其实真正的光谈论的是能量，真正的光谈论的其实是一种频率。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真光是在谈论灵魂。我们看到的这个光啊，照亮的这个光，它是在物理世界当中的一种对于灵魂的真光的一种外在的显明，或者说启发的一种面貌啊。这个就不好讲啊。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了啊，自由意志、光自由意志、爱和光，它们三个三生万物啊。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当然一个是可以从极性的角度理解，另外一个我们从能量的角度啊。自由意志首先存在，自由意志高于一切，因为最早的自由意志就是神的自由意志，这不难理解啊。自由的意志，当自由的意志产生出来的时候，这意味着选择出现。而接下来的第二个元素就是爱，爱意味着能量的源头，神就是爱，这意味着一切的能量的源头在于爱。那么爱本身因为有自由意志的缘故，就出现了极性。自由意志就是极性的源头，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极性，亲爱的朋友们。所以1生2， 2生3，这个从极性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极性的源头又是什么？它就是自由的意志，那就是神的主权，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和神的主权，你下边的这些灵魂的自由意志啊，和神的主权从来不会产生冲突，因为有爱在这里边产生合一的这种概念。所以爱意味着什么？爱意味着一种能量，爱就是能量的源头，而因着自由意志的缘故，这份爱它会产生极性。这里的极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极性，而是正向极性、负向极性以及平衡的极性。所以每当你在看到一个极性的时候，你不可能站在其中的一个极性将另外一个极性彻底消灭，你是消灭不了的。而事实上你永远是在这二种极性当中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的点到底在哪里，这其实也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自由意志意味着极性，而爱意味着能量的源泉，而光意味着将这些能量分开或者是合一。你会发现光有这种特点，当你用三棱镜让这一束光产生了散射，那么这一束光因着它们不同的振动频率会产生出来光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不一样颜色的光在光谱当中出现，这意味着它们本身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原来所看见的那一束光。可是你可以将它们分离，你同样也可以将它们融合，这就是关于频率的奥秘。频率可以融合，也可以分离，可以互相产生干涉，互相产生影响。那这就是这世界上的第三个元素，光。所以首先自由意志，第二爱，第三光。有了能量才能将这些能量分开或者是合在一起，这其实有关于光的启发。而且你记得吗？彩虹它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啊？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彩虹，彩虹就是将光分离了之后的光，所以你看见了不同的颜色。你知道彩虹有多少种颜色吗？当然你可以从渐变的角度上来说，它有无数种颜色，但是我们去看它的时候，往往透过我们的直觉你感觉到彩虹有7种颜色，赤橙黄绿蓝靛紫啊，这是人们所说的7种颜色。我现在想问你，它为什么是7个呢？你会发现7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多次的出现啊，一个星期是7天，这是神所设计的。为什么是7天呢？或者换句话说，看起来在神的眼中存在着一种禁制的方法啊，一个规则，禁制的规则，这是不是人定的？
你可以2进制，你可以5进制，你可以10进制。10进制是我们人类最常使用的进制的方法。那么这个进制的规则它从哪儿来的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有10根手指头，人类有10根手指头，所以用10进制是最方便数手指头算数的。所以最开始的这种计量的方式，它是和某些事物相关的。而神为什么使用7这个数字呢？很多的东西你看见的都是7，而且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一个事物它产生了共振，它需要透过共振使你去辨别的时候，什么东西需要共振呢？和你的灵魂产生了共振。这是在艺术领域的范围里面，它不是谁规定的，它好像天然就是这样。比如说，当你在分辨颜色的时候，你一共振就能共振出来这7种颜色：赤橙黄绿蓝靛紫。你能分辨这些颜色，它看起来是在你脑海当中最明显能够去区分的颜色。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叠加哈，也有3原色的说法。我再透过彩虹去向你解释这个问题。彩虹没有人规定它吧，朋友们，没有人规定彩虹要是这7种颜色吧。那为什么当人们看上去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哇7种颜色，实际上里面有无数种颜色，但是我们感觉，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灵魂的共振。我在讲另外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领域，那就是音乐。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完全不相关的2个艺术的领域，一个是美术，而另外一个是音乐。它看起来完全不相关，一个是透过眼睛看，一个是通过耳朵听。可是你知道吗？音乐里面的音阶有多少个？7个。奇妙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哆，它们2个是同一个音，只不过是跨越了另外的一个周期。所以高音的哆和低音的哆，它其实是同一个音阶，只不过是上升了一个周期。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音阶有多少个？7个。哇，也是7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魂的进制是7。所以你知道了，自由意志、爱和光，这就是万物的受造。因为所有一切的物质其本质上是振动的能量，只不过它们振动的频率不同，那么就展现出来各种不同的物质的形态。所以这世界的本源实际上就是由自由意志、爱和光所创造的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三生万物。好了，我们接下来谈论一下关于灵魂的密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分辨一下啊，灵魂的密度和空间的维度它是完全不同的2码事儿。只不过在这个世界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词去描述它，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一个大概接近的概念。灵魂我们用密度，有时候我们也用维度啊。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边，我们灵魂我们用密度去谈论它的分级。密度可以向上周期性，从1级、2级、3级一直到7级，再到下一个周期的1级，就好像8度音阶一样的概念，大家能理解吗？而灵魂同样也可以向下去拆分，这种拆分也同样是以7来拆分，它类似于一个7进制的计量单位、计量方式。你脑海中的是10进制，而在灵魂的这个领域它是7进制。我在解释这些事。好，那么接下来讲维度。维度在谈论一个空间的概念。一个空间意味着一个7音阶的灵魂密度可以存在的空间领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是一个3维的空间，而这个3维的空间里边，它可以存在着向上链接的灵魂的密度，从1级到7级。这样说清楚了吗？维度和灵魂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维度谈论的是空间啊。OK， 我们来谈论一下灵魂的密度。第一密度的灵魂，第一密度的灵魂，它意味着元素。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发现，星座好像有点道理啊，感觉上好像有点准，又好像不太准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星座影响的其实是一个灵魂的构成，它所受到的影响。星座本身意味着元素，水、火、气，也就是风啊、土，这样不同的元素的不同的配比所对灵魂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那么就会对一个人诸多的事情产生影响，这一个人的性格啊、外在的特征、内在的特征，种种的东西。但是它只是一个最开始的一种剧本。那这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灵魂其实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因为能量本身会产生干涉，能量是流动的。
能量可以流动，能量也可以彼此影响，彼此产生干涉。所以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他的特征，灵魂里面的特征，会在他的一生当中产生诸多的变化，因为受到万事互相效力的影响。所以可能这一个人慢慢的不再像他原本星座的那种特征，但其实上这本质上在谈论的是一种灵魂密度的共振。那么第一密度的灵魂，它意味着元素，它看起来没有生命。元素，这意味着孕育，而在光谱当中，它就呈现出来红色的灵魂，在光谱当中好像是红色。你需要有一双看见灵魂的眼睛啊！我在谈论这些事，没关系，你看不见也无所谓。这就是元素第一密度的灵魂，第二密度它意味着成长、向光性。这个时候看起来具有生命的存有，它出现了，有生命的存有出现了。从最开始的单细胞的生物。从最开始的植物到后来的动物，动物也分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爬行类的、两栖类的，哺乳类，对不对？很多种种类，动物产生出来，植物还有单细胞的生物，各种各样的，这所有的一切，它们具有成长性，这意味着第二密度，这意味着一种向光的属性。这个时候，意志的存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当你看到这些生物，它们有生命。你感觉到什么是生命？它意味着一种意识，它好像有意识，它好像有意识。当你在看植物的时候，它好像有意识，它好像有，但是它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程度。当你把光放在左边，你发现它开始往左边长，它有向光性，它看起来有某种意识，只不过很弱。而慢慢的，这种意识在不断的更多的显露出来，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各种动物。这些动物的意识它变得特别明显，比如说你的猫猫狗狗，它们显然拥有意识，对吗？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成长、向光性。第二密度的灵魂，接下来到了第三密度，就是我们人类身心灵的复合体。人类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自我的觉察，自我的觉察，这意味着灵性，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灵性。当我们前面所讲的关于疗愈的部分，我在谈论自我觉察，亲爱的，这件事儿只有人类能听得懂。你像你的阿猫阿狗不可能讲明白这件事情。自我的觉察自我，什么是自我？亲爱的朋友们超我是什么？小我高我自我本我这些概念你不可能向一个动物解释清楚这些事情。自我的觉察，这意味着灵性，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什么呢？选择的密度，选择。第三密度意味着选择，我们开始选择。有的人会说可是阿猫阿狗也会选择他们的选择更倾向于是一种好像是本能，生存的本能，他们真正分辨的能力并没有真正显露出来，在人类这里显露出来。第三密度的灵魂意味着选择，它的颜色是黄色上一个第二密度它的颜色是橙色赤橙黄绿蓝靛紫 OK， 灵魂的颜色很美好吧，你看不见也没关系。第二密度橙色，第三密度黄色，我们的密度人类，一个最原始的起初的人类的灵魂的状态。可是它意味着选择，选择带来了什么呢？即兴，自由意志在自主的意志上面产生出来，它是一种影子，但是它已经开始表达，即兴开始表达出来，即兴正在透过意志表达出来。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存在着平衡性的即兴，所以人类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人类开始对平衡即兴产生了某种认知。这在第二密度和第一密度是完全不能够做到的，而在第三密度可以做到这件事。那也就是我所说的非二元性思维，这在一个人类的身上是可以达成的，在你身上可以达成。你能听懂这些话对吗？正向的即兴，负向的即兴，而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个平衡的即兴，你能理解这些话？第三密度的灵魂非常的棒这个时候人们开始选择了。首先的选择，恐惧还是爱？恐惧，当你透过二元对立思维的时候，当你开始透过有条件的爱去定义爱的时候，那这意味着一种爱的即兴。爱存在着很多的即兴，每当你选择了一个即兴，你会走到下一个选择，而在面对着一个新的即兴，它如同一个岔路口，即兴的选择无处不在，它会一直存在，不断的去平衡，不断的对立，不断的统一，好像是DNA 的螺旋一样，不断的缠绕、旋转、上升，这就是你的意识。它在成长的过程不断的面对着选择，而不断的去选择即兴，与此同时不断的想办法去平衡它，这意味着智慧。
所以呢，首先的极性爱，它到底有没有条件？这个时候极性的选择出现了。人们可以选择有条件的爱，也可以选择无条件的爱。可是当人们选择了有条件的爱，这意味着恐惧。恐惧是和爱，它是相反的两种极性，而人们必定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并且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平衡。可能一开始你选择了恐惧，你被恐惧所驱动，这就是你的能量。你可能很努力，很有能量，每天上班、工作、健身，你可能做各种事。但是我在问你，是什么样的能量在驱动着你？它到底是热爱还是恐惧？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答案。很多的人们在很努力的赚钱，可是这样背后的一份动力，到底是热爱的驱动还是恐惧的驱动呢？可能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回答你们自己，而这意味着自由的意志在你身上所显明。虽然目前来看是一种自主意识，但是它也是自由意志的影子。总之，恐惧还是爱，它其实是爱的两种极性。恐惧也是一种爱，它是另外的一种爱，它是与我们所说的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爱的概念的相反的方向，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爱，它是一种负向。当你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可能你很难将一个频率的概念，或者说能量强度的概念，从零到上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看法不太准确，所以人类发明了什么呢？绝对值的概念。当你在数学当中，你会看到什么？绝对值。如果你仅仅从一个数字的大与小来看待问题的话，那么1是大于0的，而0又是大于-1的。如果你仅仅从数字大小来看，但是这种大小它还有另外的一种概念，就是绝对值。用绝对值去看待它，这才意味着真正的强度。那么当你用绝对值去看待的话，-1的绝对值又大于0的绝对值。所以当你在看待灵魂的频率的时候，我推荐使用这样的方式看待问题。它不是从0开始的，而是一个负向的无穷，一直到正向的无穷。所以当你真正去看待它的强度，而不是极性。我们前面在谈论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讨论极性。现在我们把两个极性都加入进来的时候，用绝对值去看待它，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惧也是一种力量。负向它是可以无限的延伸的，无限的恐惧它也会带来无限的力量。问题就在于这种力量这种影响力，这种灵魂的强度，它会带来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痛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爱有两个极性，它们都是无穷的远。恐惧是一个方向，而爱又是另外的一个方向。你可以把它看为恐惧是一种负数，而爱是一种正数。爱的极性首先出现了，恐惧还是爱，人们面临着这个选择。而很多的第三密度的灵魂，他们一生就困在这个领域当中，到底是恐惧还是爱，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你所面对的第一个灵魂的选择。对于爱的认识，极性。而当你选择了无条件的爱，而这一份爱同样具有极性，它的极性就是你要用这无条件的爱去做什么。这就是人们的困惑，因为人们天然的以为爱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它其实存在着极性，只不过我们天然的某些认识，它倾向于某个正向的极性，这非常好。当然也有很多人倾向负向。正向的极性，我们姑且这样定义它是正向。当然你定义了另外一个是正向，另外一个就是反向，你懂我的意思？负向，对吗？所以呢，当我们定义其中一个是正向，我们定义它服务他人，意味着爱的正向的极性，而服务自己意味着爱的负向的极性，同样都是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它是一种能量，可是你要用这种能量去做什么呢？自由意志。注意，自由意志在所有的灵魂分层当中都会产生出来都会作用。自由意志不停的在作用，产生什么样的极性？所以当你拥有了无条件的爱的这种能量，而你用这种爱去做什么呢？去哪一个极性？无条件的爱别人，还是无条件的爱自己？这都是无条件的爱。当然在这个时候马上第三个极性出现了，平衡极性。这就是我说的，你不可能只选择其中的一边，而与另外一边完全不平衡，这不可能做得到。好了，那就是你能看见的这世界上的事了。绝大多数的人们既爱自己也爱别人，或者说服务
啊，你用来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己？我们用服务的这个词，免得一直和爱这个词产生冲突啊，不停的重复使用。无条件的爱，服务自己还是服务他人？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其实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服务自己，一定程度上的服务他人。那么关键就在于动机是什么？所以你在一开始的一个领域，你会看见所有的人都在既服务自己也服务他人。所以你从表面上来看，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你在洞察里面最深的动机，或者说你永远洞察不了，你可能洞察自己，你看不到别人的心。一个灵魂，当他在使用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是用来去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呢？这二者之间必定会产生平衡。那么哪一个产生的是站在一个主导的位置，你让哪一个在主导，然后继续平衡的一个更少的一部分，这就是你的平衡点不同，这就是你的第三个极性，平衡极性。你想要把这个平衡点放在什么位置？更多的服务他人，这或者说不应该用多与少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动机。我们必须要服务自己，否则我们怎么服务他人？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维持我们的生命状态。当我们在为这所有的一切在做的时候，这都是服务自己。可是有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他人。那也就是说，服务他人占了更大的比例，这意味着极性。当然它必须平衡，对吗？所以我们也会服务自己，但是或者说有些人有些自由意志的选择，灵魂他们的选择是当然我要服务自己，但是这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服务他人。那么这是一种正向的极性，光明一边的力量。而另外的人们呢，他是说我不得不去服务他人，因为我是为了服务我自己。就好像有的人说我不得不去打工赚钱，当我再去打工赚钱的时候，我在服务别人，但那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我想做的仅仅是服务我自己而已。只不过如果我不服务他人的话，我就没法去服务自己啊。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服务自我。那么这个时候无条件的爱也会产生极性，只不过有的人无条件的爱外面去爱他人，去服务他人，而有的人是无条件的使用这种爱的能量去服务自我。在这个时候，爱的极性再一次产生出来了，它和前面的那个恐惧和爱又是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很奇妙。当然这些东西交错的出现，用叠加态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好了，第三密度，你知道第三密度发生了什么吗？好了，第四密度无条件的爱，达到了无条件的爱。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服务自己还是服务他人？我们只谈论光明的一边，而事实上在黑暗的一边同样有第四密度，无条件的爱，服务自我。我们站在光明的一边，我在谈论光明的这一边分支，你的第四密度，光明一边的，不是黑暗一边的。黑暗一边也有第四密度，无条件的爱用来服务自我，那是黑暗的一边。而光明的一边呢，同样无条件的爱用来服务他人。而这种他人意味着什么呢？尊重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理解。第四密度，绿色的密度，被称为爱与理解的密度。什么是理解呢？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不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和别人建立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假装表现的理解，其实是为了说服对方。如果你曾经做过父母，你就会明白，有时你表面上给孩子一个选择 A 还是 B， 但是你心里面只接受他选择 A。 如果他选择 B， 你会对他说我很理解你，可是你需要不停的去说服他，以让他选择 A， 因为你就是要他选 A， 你不接受他选 B。 无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来多少虚伪的理解，实际上你都是为了干涉对方的自由的意志啊，多么的奇妙。第四密度，无条件的爱，当他已经达成，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第四密度被称为是一个交互的密度。首先是一个自我的觉察，第三密度你在分析你自我。所以我说了，无条件的爱，当你进入到这个状态，它是一种和外界和对象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是一种自我的状态。而在第四密度，它产生了和其他自由意志的交互。这种交互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法则，尊重自由意志，这是光明的一边。而黑暗的一边会如何做呢？支配、干涉，那就是黑暗的一边的第四的密度。当无条件的爱是用来服务自我而不是服务他人，那么他们就会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
支配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统治其他人的自由意志，这就是第四密度的分支，光明与黑暗，这两种极性总是会产生出来。接下来到了第五密度，智慧。光与智慧，光意味着频率，它可以分开亦能合一啊！你想到了吗？极性再一次出现了，它能分开。当一个密度的灵魂都是无条件的爱，切是服务自我的无条件的爱，那么他们必然分离，就好像光当他们散射，把所有的不同的频率全部都区分开来的时候，那么分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其实是一种光的分离的现象，这意味着频率与频率之间产生了分离。而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在无条件的爱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哪怕进入到了这种状态，哪怕他没有惧怕，可是他所想要的是服务自己，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去支配他人。光与智慧，第五密度，这意味着能量的洞察，能量的行动。当你的行动，你看待的是能量，也就是频率。我与对方的频率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否合一，还是分离？我们是否互相成就，还是在互相拆毁？当我们在判断这些能量的时候，无条件的爱会给出智慧，如何去行动，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解释了一个问题。之前有的朋友对我们说出来这样的他们的担心，他们说如果我无条件的爱，那我不是会被别人无限的欺负吗？不，交互。当你的无条件的爱在与其他的灵魂产生交互的时候，这意味着智慧。也就是说，不是一视同仁，无条件的爱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在面对对方的能量频率，而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意味着智慧。这在第五密度，智慧如何去治愈，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有的人他们能量和我们不匹配，他们的能量层级和我们不同，我们给出帮助，我们给出指引，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把真理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攻击我们，他们选择要去吸取我们的能量，像吸血鬼那样，我不是说你不能将能量给其他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好像无底洞，他好像吸血鬼一样，他不停地吸取能量，而且不知感恩，不知回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他们耗干，因为我们的能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智慧会给出你答案，祝福他们，并且远离。这就是你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并且保全了你自己，这样你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意味着一种智慧，这不是在服务自我，而是说我不得不去保全我自我，这样我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它真正的动力其实是指向动机，其实是指向服务他人，只不过我不可能彻底的牺牲我自己去服务他人，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再继续服务他人的方法了，没有这个基础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智慧第五密度，智慧它是蓝色的光谱，到了我们的蓝色了，这意味着交互，对吗？第六密度，光与爱与智慧的合一，爱的能量，这意味着什么呢？经验在许多的交互，无数的交互当中去训练他们。爱与光与智慧他们合一，这意味着实践。曾经有人说知行合一，这很重要，它不是纸上谈兵，它不是仅仅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你的思想进入到了实际当中，它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显化。对了，灵性圈里边经常有这种说法，显化。对，就是一种显化。你的思维透过你的行动表达了出来，它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物理上的影响。你的思想透过你的行动表达了出来，它创造，它带来了美好的事物，它真正的帮助了其他的人。圣经里面说有的人只用嘴巴帮助人，却没有行动。大概的道理，当然我不是定罪任何人，大概的道理，它意味着一种实践，无数的经验，奇妙的经验。在这个第六密度，它的颜色靛蓝色，赤橙黄绿蓝靛紫到了第六个密度了，你一定非常期待吧？下一个密度，第七密度，完成的密度，它意味着灵魂的合一，或者是彻底的分离，这取决于爱的极性。在这一刻，极性更加明显的表露出来了，是合一还是分离？这源于在第四密度时候的极性选择，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
尊重带来了爱，尊重带来了真正的团结，意识的合一，不是强迫，而是通过爱。在圣经里面讲到统治统管，对吗？这是人类的翻译，因为那个词人们不知道怎么翻译。当大家在一起，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是一种统治，而这统治到底使用什么样的力量呢？是强迫，是干涉，是透过恐惧，是支配，是奴役，让大家不得不在一起吗？还是通过爱，尊重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而最终我们透过无条件的爱链接在一起，因为我们所选择的极性是服务于他人，是理解。哇，多么的奇妙！合一到底因为什么？使用强制性的力量去支配、去干涉、去奴役、去统治，这实际上真正带来的是分裂，是分离。第七密度，完成的密度到底是什么？灵魂的合一还是彻底的分离？它意味着一个门。耶稣说，我就是那门。所以你知道吗？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以一个人类的肉体的形态，而他的灵魂正站在这一个周期的顶点，第七密度，而紧接着将进入下一个周期，灵魂的周期，这个维度也结束了，第三维度结束了，那就是永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进入到一个超越时空时间时间轴不再是同一个时间轴，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轴其实也不是直线的，它只是看起来像是直线类似于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以为一个大地是平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第三维度的空间结束了，就在这个地方，灵魂的第七密度，耶稣站在那里。如果不是通过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灵魂能达到的最高的程度，第七密度，而要通过它进入到更高的层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真实的原因就在于精神矩阵的存在。所以一个人类的灵魂，它可以不断的成长，提高它的能量，这处于一个普遍恩典的领域当中，但是最高的极限第七密度不能再升高了，因为有灵魂矩阵的缘故。好了，我们要谈论后面的问题了。好了，我们讲讲这个恩典的通道，特殊的恩典。我怎么去形容它呢？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有无数的 DNA 螺旋，而在这当中有一条隐藏的通道，它是隐藏的，直通向最高的源头，就是独一的真神造物主，神的本体，真正的本体。耶稣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一个像，它是本体的投影。神的投影是一个像，直接被投射在了第三维度当中的一个第七密度的灵魂。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灵魂，我说的是这一个维度的世界，灵魂的最高点，第七密度。而耶稣达成了第七密度要完成的事情，他得着荣耀，而紧接着所有在基督里面的灵魂都能够上升到最高的维度。我这么说能明白吗，亲爱的朋友们？但是这条通道是隐藏的，圣经上面讲到了一个道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显明，神不救拔天使。这意味着一个拣选的范畴，只有一定范围的灵魂能够认识耶稣，无论这个灵魂处于什么样的密度，只有这样的灵魂能认识耶稣。这意味着拣选，它和一个人的灵魂的密度其实没有关系，是神的选择。所以神不救拔天使，却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亘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隐藏的通道。在天使的眼中，耶稣的存在是什么呢？有一些很高阶的天使跨越了这个周期，我的意思是说超越第七密度，而他们投射在这一个密度里面，他的本体在一个很高的密度。那么在他们的眼中，耶稣比他们还要小，因为耶稣是一个第七密度的灵魂圣经上面怎么说的？神使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这里面所说的天使就是高阶的天使，在他们的眼中，耶稣比他们还小，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的灵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个他的本体到底在哪里。
因为是从源头投下来的，而其他的灵魂呢，他们有着灵魂密度的分级，所以他们可以顺着这个分级去看见他们更上面的本体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视野，灵魂的视野我们在人类这个层面称它为是先知之眼实际上这不是先知不先知的问题这是一种灵魂的视野，但是耶稣他们看不见，因为在最高的密度本体，所以有一些天使的眼中耶稣比他们还小，哪怕是光明的天使，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那个时候问彼得，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耶稣经常问人这个问题，对吗？而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若不是我的父指示你认识我，没有人，注意 no one， 没有任何一个存有能够认识基督，能够认识耶稣的本体，没有任何，除非他被神所指示，就是指源头独一的真神造物主，而他以耶稣的像向我们显露。若不是父指示的，没有任何都不能够，一个灵魂不能够通过他的灵魂密度去认识耶稣，他不能通过他的属灵的恩赐去认识耶稣，他无法通过他的知识去认识耶稣，除非他是被我父所指引的。哇，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伙伴中间我是指天上来的使者，有一些在更高的周期，他们的灵魂密度非常的高，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基督真实的身份。他们觉得基督是一个高密度的灵魂，但仅处于三维世界的一个空间里面，他们不知道源头到底是这一条通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恩典在公域的领域当中是隐藏的。所以知道吗？你认识了耶稣比你强大无数倍的那些高密度的灵魂，他们竟然不认识，而你轻而易举的看起来，轻而易举的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是基督完成的，而你只是白白的领受。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睁开眼睛看见我，我亲爱的孩子。你睁开了眼看见了耶稣，你相信了他，这在你看来非常容易，亲爱的，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于公益领域的人来说，对于那个领域的所有的灵魂来说，没有一个能够仅仅凭着知识和灵魂的密度去认识耶稣基督，哪怕是灵魂的探测一种属灵的恩赐也不能够做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政治的领袖到处去杀小孩，我们知道这背后的力量其实来源于撒旦，可是他不知道谁是。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一直在出现。当神给出了预言的时候，撒旦知道他有一个敌人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撒旦不知道他是谁。撒旦是一个高阶的天使基路伯堕落而来，他拥有高阶的属灵的能力，对于灵魂的探测，这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但是他却不知道谁是耶稣，他不知道谁是那个人。一开始他以为是亚伯，后来这样的事情不停的在发生。当大卫出现的时候撒旦以为那个人是大卫，撒旦不停的在猜那个人到底是谁呢？因为耶稣的灵魂没有办法被探测，看不见真实的本体，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伪装。在天使的眼中，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很奇妙吗？当然有一些天使第5密度的伙伴们，他们来到这个维度实习的我的天，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是醉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来实习？看来耶稣真的是我怎么说，运筹帷幄呀，他可真是不着急是的，一切都是他的命定。在他们眼中，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高于他们的存在，这只是说在第5和第6密度的天使他们会这样认为，而且他们会觉得耶稣是另外一个天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恩典的奥秘它仅仅向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显露出来。而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对于爱的极性的认识的不同分为光明与黑暗的不同的阵营，也就是说不同的天使，黑暗的天使和光明的天使他们不一样，但是这其实和救恩没关，因为这是一个在公益领域当中的事情。
你在恩典的领域当中，当然你也参与到公域领域的范围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后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当然在那个时候已经和救恩无关了，救恩在于相信基督的代赎，而彼此相爱它是一个提高灵魂密度的事情。我这么说大家能听得懂吗？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域领域当中的范畴。我们的任务叠加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主线任务里面，而我们叠加在一起，它们互相作用。因为公益的领域，它涉及到最后的审判的到来，启示录的到来，它是公益领域当中的事情达成的。而我们的救恩呢，它本身基于这件事情，这两个事情是互相成就的，懂我的意思吗 ？OK， 我要向人们去解释，你如何去判断一个天使，它来于光明还是黑暗。我要说的意思是，你不是通过耶稣去判断，亲爱的朋友们，不是通过耶稣，因为光明的天使也不认识耶稣，这非常的正常。是别的，是爱的极性，这是我今天所讲的爱的极性判断了天使的类型。伙伴们，我把它讲出来真不容易啊！来吧，你能获得的指导的力量，人们可以从指导灵获得力量，但是这指导灵里面有光明的指导灵和黑暗的指导灵，它们的特征在于爱的极性的不同。我有说清楚了吗，伙伴们？光明的力量尊重自由的意志，这意味着理解。你能获得的指导灵的指导，如果你试图获得光明指导灵的指导，这就是属灵的征战。黑暗与光明的天使正在拉扯，而那个战场就是人类的意识正在拉扯。你想要得到哪一方面的指导呢？当然，光明的天使他们使用引导的方式，而黑暗的天使他们用干涉，用强力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平衡正在被破坏。不过没关系，神安排了一个更强力的，能够去站在光明一边的力量去和黑暗的力量去平衡。看起来很不公平，对吗？我在说，你懂我的意思吗？黑暗的天使他们可以支配人类的意识，可是光明的天使却不这样做。光明的天使只做引导，他们尊重人们的自由意志。那这就不公平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两个人在拉锯，两方在拉锯，好像拔河一样。可是黑暗的一边拥有更强力的手段，这看起来不平衡不过没关系，光明的一边也设置了一种力量它可以极大的和这边的平衡。我们后面再去讲 ，OK， 不要着急。首先，光明的一边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指导？光明意味着无条件的爱的极性，选择服务他人。黑暗意味着服务自己。我说清楚了吗？都是无条件的爱的能量。当然，首先它得到达这个能量。这个是从第4密度开始的 ，OK， 第4密度开始的自由意志分支这东西怎么这么难讲啊？光明的力量 ，OK， 光明的力量，尊重自由的意志，与人互动的智慧，你所能得到的指导，我是在说这种指导。当你已经决定，你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你的无条件的爱所使用的方向是服务自我还是服务他人，当你选择了光明的一方，你会得到光明力量的指导。光明的指导灵团队，他会教会你如何去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他会教会你如何去理解，如何去疗愈。因为很多的时候，人们的掌控、恐惧、控制的欲望，诸多的这一切的统治的思想甚至于包括过大范围的病态自恋所有的这一切，这意味着一种疗愈。光明的天使会赐予你疗愈的力量，当然是一种教导。首先他们会疗愈你，你经历了它，你知道如何去疗愈的力量，这意味着理解、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强行的干涉。与别人互动的智慧，这意味着能量的洞察。光谱自由意志、爱和光现在谈到了光谱，这是光明的指导团可以能给你的指导，让你开始对能量产生洞察，开始用一种善意的方式，用能够去更好的服务他人的方式去处理关于能量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你和其他人的能量不匹配，有的时候他的能量会影响你使你产生反噬各种各样的情况，如何去处理它呢？这关乎智慧第6密度、第5密度 OK， 我们后面慢慢讲，不要着急。当然即使不是通过我，你的指导灵会给你帮助，不过前提在于在无条件的爱的这一个领域做出选择，自由的意志它必须得到尊重真理没有证据，亲爱的朋友们，光明的指导灵团队他不会使用那种干涉你自由意志的方式去给你什么证据，你知道吗？这是人们的弱点，人们老想要去要证据。亲爱的，光明的指导灵团队不给证据，
可是黑暗的团队反而会给，因为黑暗的团队可以干涉自由意志，黑暗的指导灵他们会给证据，只不过那个证据不完全，但是因为人类的认知也不完全，所以很多时候人类会以为这就是完全的证据了，所以他们被骗了，你懂了吗？这看起来不公平，没关系，光明这边有强力的武器，我们后面再慢慢讲，不要着急。好了，我解释了这些事情，无条件的爱会被人欺负吗？不会，无条件的爱伴随着智慧，但是这后面需要有指导灵的指导。如果没有指导灵的指导，那真的是变成待宰的羔羊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无条件的爱，然后还是去服务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废了，你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对不对？好了，你不会变成那样，因为这存在着智慧、能量的互动，你如何自保，这些指导灵都会帮助你。服务他人与服务自我一定是要产生平衡的，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极性，不要二元对立。当你选择去服务他人，这意味着你也会更好的去服务自我，让自我成长、学习、健康，这所有的一切，包括你拥有一个更加的幸福的、美满的生命的状态丰盛的状态，在生命中做王，自由自在，没有恐惧，充满着喜乐和平安，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是在服务自我，实际上它是能够使你更好的去服务于他人，所以服务自我与服务他人永远存在着平衡，而你内心深处真正的动机是服务于他人。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光明的团队欢迎你，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朋友们那么黑暗的团队会做什么呢？干涉自由意志，支配，这就是黑暗的团队在做的事情。当一个人类选择黑暗，我再说一次，在第三维度的地球这颗星球上面，所有的人族，他们拥有选择站在光明一边或者是黑暗一边的自由意志，而他们的自由意志必须得到尊重。当一个灵魂选择了黑暗，选择了去服务自我，那么黑暗的指导灵团队会给他们强力的指导，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学会如何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学会如何统治，他们将会学会如何去与人互动的所谓的智慧，这种智慧意味着他们能够如何更好的去干涉、统治、强制其他的人。那么方式是什么呢？支配、打压、掌控、定罪、绑架，他们会学会如何去利用道德绑架，用宗教绑架，用权力去绑架，他们会学会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全都是从黑暗的团队的指导灵而来的。他们会学会利用人类的创伤，他们也会研究人性，他们会研究心理学，他们会研究厚黑学，而他们所研究这所有的一切不是为了去疗愈别人的创伤，而是为了如何去利用他人，去找到其他人的弱点，这就是黑暗的团队。我说清楚了吗？很多的人们他们在追求那种强烈的爱，我是在说人类肉体层面上的那种强烈的爱。有的人会说无条件的爱看起来它不够强烈亲爱的朋友，你所谓的强烈其实是创伤，我讲到最后了，是创伤带给你那种强烈的感觉，其实是你内在极度的匮乏、饥渴，所以你感觉到这份爱好强烈肉体的情欲、欲望、缺乏、极大的恐惧，这所有的一切，当他们瞬间被填补的时候，你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强烈的爱的感觉，但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它恰恰走向反面，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戒断反应。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好像吸毒一样，当一个人吸毒，他产生了毒瘾，当他再一次吸毒，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它不是美好，它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人有毒瘾。对于那些没有毒瘾的人来说，他们从来不会觉得毒品有什么美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没有戒断反应。我所说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它是一种健康的爱，它不是那种在人类好像戒断反应当中的那种多么强烈，好像吸毒一样的感觉产生依赖不，无条件的爱没有依赖，是互相的尊重，有一个安全的距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怎么去形容它，我后面慢慢的再去解释。总而言之，透过智慧的角度，第五密度、第六密度的角度去看待那一份强烈的所谓肉体人们身上所感觉到的强烈的爱，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能量极度的不平衡，能量是产生极性的，是有极性的，他们的能量极度不平衡，我们后面再有机会去解释。我在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无条件的爱看起来不是那么强烈，很多人觉得神的爱不是那么强烈，耶稣怎么感觉有时候冷冰冰的呢？耶稣怎么很少对我们说什么甜言蜜语呢？
耶稣不使用那些手段，那是黑暗团队的力量，它使你对他产生依赖。无条件的爱不是依赖，而是彼此的尊重，是能量的供给，但不是支配。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一个人做出选择，他会在这个世界上接受他们的指导灵的指导，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些指导灵存在，而他们所散发出来的能量也会给指导灵供应，这是一个能量的循环，再一次回到了平衡的极性。指导灵会给你帮助，而你也会帮助你的指导灵，你们是互相依存，但不是互相依赖。但是对于黑暗团队来说不是，黑暗团队他们是一种怎么说呢，魔鬼附体，懂我的意思吗？也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状态。当你选择了光明的一方，这意味着光明的指导灵团队会向你们显明，无论他是否会在物理世界向你显明，你会学到这些，如何去尊重别人，如何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如何使用你的智慧，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得更好，如何去帮助别人，去和别人产生交互，语言的艺术，情感的沟通，创伤的疗愈，以及各方面的智慧、艺术、科学、社会学、教育，包括你自身的成长学习，这所有的一切你都会得到光明的指导灵团队的指引，而前提在于你已经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做出了选择。站在我身后的是从第5密度到更高密度的强大的指导灵团队，而我们宣布我们来自于光明。站在我们对面的黑暗的团队，他们使用支配，他们使用恐惧，他们使用掌控，他们打压，他们不断的定罪，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当然我说了，我们不会给出什么证据，透过信心去做出你的选择。我们相信，我们也宣布，在这个星球上面，任何一个使用无条件的爱作为能量，并且使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向光明的指导灵团队发出呼求的人类，你们的自由意志必须得到尊重。5月份空气是什么味道？你若不来，我便一直等待，从天差地别压上陪在你身边，有相见的人就不算孤单，即使只是一瞥也想好好珍惜。胆小鬼最害怕幸福，若敢叫醒鼓声，便不再恐慌。相信自己的人，一个就已足够。如果可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心有所却，无所不解，心头会想着的日落。鲜花是先行的爱，名字是最短的咒语。人们在不断寻找的东西，又能否能做到漠视莫忘？开花，只要你说一声，便可以奔赴来看你。下次再见，我还是你最虔诚的信徒。只要能待在你的身边，一分一秒都可以万千，珍宝都不重要。安处其无香，但
小鬼最害怕幸福，若敢侥幸孤身便不再恐慌，相信自己的人一个就已足够。如果可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心有所缺，故作不解，心头会想着的雨落。花是先行的爱，名字是最短的咒语，人们在不断寻找的动机，又能否能做到我是我都可以，万千珍宝都不重要，无心暗处几乎想，既然你选择相信我就不会辜负你，即便化身萤火，也想为你照亮前路。